你好，我是 Alex 阿里，我们又见面了。那么前几天呢，我一直在研究下一轮牛市可能会爆发的板块呢和项目。那么今天呢，就跟大家聊一下目前比较看好的 Arbitrum。那我会从技术和应用两个层次呢，跟大家分享这个 Layer 2的公链的优势。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也会结合 Arbitrum 代币的经济学分析一下，在2025年牛市的时候，这个 Arbitrum 的价格的期望值以及它的总的市值啊，希望能够给大家投资呢带来一定的帮助。好，我是 Alex 阿里。如果你是第一次打开我的视频，我的频道呢是专注于加密货币和区块链技术。那视频呢主要讲解币圈的基本面分析和一些大事件对整个币圈点点滴滴的影响啊。另外呢，我在这个电报有一个会员群啊，我的目标呢是带领群内所有的朋友在下个牛市周期内赚够这辈子足够的资金。感兴趣的朋友呢，请通过视频下方缓冲群的链接找到我进行咨询进群的方式。好，那么进入我们今天的正题啊。那我们大家都知道，以太坊诞生以后呢，改变了整个加密货币的生态。那以太坊推出的智能合约呢，也是非常有效的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枝繁叶茂的这个 DeFi、GameFi 等等这种生态。但是呢，众所周知，在区块链领域它存在一个不可能三角形啊。自从这个区块链技术诞生以来呢，都是在性能、安全和去中心化之间进行取舍。那去中心化呢，是意味着拥有大量参与区块生产和验证的节点。你要去中心化呢，又要有安全性，那么在扩展性上就要进行牺牲。那如果你要有扩展性还要有安全性，那么必须设计更多的接口，还要有严格的控制。那么这样呢，就很难做到完全的去中心化。如果你要去中心化，又要可扩展性，那么在设计上必然将这个非常的复杂庞大，安全上呢就难以保障了啊。因此呢，目前一般认为区块链不可能三角呢是难以破解的，但仍有人在不断的探索如何实现这一悖论的突破，实现三角形之间的可能，实现一个更好的一个 balance。 那以太坊在这个不可能三角中呢，它选择了弱化性能，也就是说啊，目前以太坊最头疼的这个问题啊，那转账的速度慢，手续费太高。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啊，以太坊团队呢也是想尽了一切办法，他们将这个 POW 呢转成了 POS， 进行上海升级，进行以太坊 2.0 的升级。但是呢，截止到目前为止都没有能够切实有效的改变这一个痛点。那以太坊团队解决不了的问题啊，不代表别的团队他就没有能力去解决。自2021年开始呢，就有一个团队就启动了 Arbitrum 这个项目啊。那经过他们这2年的努力啊， Arbitrum 确确实实它实现了在以太坊链上转账慢和贵的这个痛点。那 Arbitrum 呢是一个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方案，它采用了 Layer 2的解决方案啊，可以让 Ethereum 上面的交易速度更快，费用更低。那么 Arbitrum 到底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 Arbitrum 就是由这个以太坊链上合约管理的链下协议，可实现高吞吐量、低成本的智能合约，同时呢又保持去信任化的安全。而实现这一设计的原理呢，就是通过对公链数据进行分片，采用结合互联网的运算优势和区块链的确权优势相结合的方法，来适应当地的区块链资产市场的需求。那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啊，当一个 NFT 化作资产的交易产生的时候啊，需要对图像与图像呢进行传输和对图像附带的价值呢进行传输，而区块链对 NFT 画作的传输呢是异常的困难。也就是说，目前这个区块链它这个容量很低啊，那无法满足用户的业务的需求，那么就把这部分的数据呢分配到空闲的链下，也就是侧链进行，而链上呢只进行关于数据、价值等数字的结算。那这样一来呢，区块链运算啊就与链下的运算形成了同步，既保障了链上资产的去中心化、安全和不可篡改的特性，又同时满足了用户对更复杂的区块链资产的业务的需求啊。所以说，就这个 Arbitrum 来说啊，为使自己的应用能够在 Arbitrum Rollup 上面运行，DApp 的开发者呢需要用这个 Solidate 的编写一组合约，然后呢将这些合约编译成可以在 Arbitrum 虚拟机上面运行的可执行的代码，那运行的速度呢就会更加的快。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它的核心技术呢就是一个叫做 Optimistic Rollup 的技术。那这个技术呢可以把大量的交易打包成一个区块，然后呢将这个区块的哈希值提交到Ethereum 上面，这个过程呢，相当于把大量的交易记录压缩成了一个哈希值，从而减少了 Ethereum 上面的交易量。那这样呢，交易速度就自然会快了很多，而且费用呢也会更低。当然了 ，Optimistic Rollup 并不是
Arbitrum 的唯一的优势，它还有很多其他的特点呢。比如说，首先 Arbitrum 支持了与 Ethereum 兼容的智能合约，这就意味着你可以在 Arbitrum 上面构建任何你在 Ethereum 上面能够构建的东西。那其次呢 ，Arbitrum 采用了一种叫做 Front Proof 的技术，可以保证交易的可靠性。那如果有人尝试作弊呢，系统呢会自动的检测到，并且对作弊者呢进行惩罚。那最后呢 ，Arbitrum 是一个开放的平台，任何人都可以加入并参与到这个平台的发展建设当中来。那总的来说呢 ，Arbitrum 呢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技术，可以说为 Ethereum 上面的 DApp 呢，它带来了更好的性能和更低的费用。Arbitrum 同时还有一个 Arbitrum Nova 的网络，是提供给 GameFi 使用的。那以后我们在聊到 GameFi 的时候呢，也会具体聊一下 Nova。Arbitrum 目前的生态呢是非常的繁荣。那我们在 DeFi Llama 上面可以看到有超过200亿美元的锁仓量啊，那目前的排名呢是第4。那这个锁仓量是指它的生态应用层面上的啊，其实说白了，便宜和快呢，它就是王道。那目前 Layer 2赛道，那没有谁能够跟 Arbitrum 相提并论，很多项目呢也是从不同的公链慢慢迁移到了 Arbitrum 上面来。那包括之前这个币安推出来的 BSC 的这个智能合约链，而且呢，以看得见的速度，还有更多的项目正在准备到这个链上来，转移到这个链上来。那以目前的这个状态来看啊，在牛市到来的时候，那这个链呢，完全的可以秒杀币安链。所以说，在价值上来看啊 ，Arbitrum 有可能会冲到前5的这个位置啊。那我们乐观一点来看，有可能会排到第3。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Arbitrum 的代币的模型。2023年的3月份，Arbitrum 正式就官宣了 Arbitrum One 和 Arbitrum Nova 网络共同推出到治理的代币 ARB。那 Arbitrum 代币 ARB 初始的总供应量呢是100亿枚，每年最多通货膨胀的是 2%。那代币空投方面啊，初始总供应量是 11.62%， 会空投给 Arbitrum 的用户， 1.13% 呢将空投给构建在 Arbitrum 构建应用的 DAO 的金库。那具体的代币的分配如下， 42.78% 呢是给 Arbitrum DAO 的金库， 26.94% 呢是分配给Offchain Labs 和未来团队的这个顾问，那 17.53% 呢分配给 Offchain Labs 投资者，那 11.62%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是给了空投给了这个 Arbitrum 的用户，那 1.13% 呢是分配给 Arbitrum 上面构建应用的这个 DAO， 也是通过空投的方式。那通过以上的数据我们也可以看到 Arbitrum 的代币的分配还算是合理啊，那其中给空投的比例呢是比较大的啊。那但是呢我们同时也看到代币的总量是100亿枚，而且呢每年增发上限是 2%， 但是呢目前有 44% 的代币呢是处于这个锁定的状态，也就是说在金库和这个给这个 Labs 团队的这个币呢是锁定，需要4年之后才可以解锁，所以我们姑且可以认为目前的总的流通量呢是56亿枚。那接下来就是我个人对下轮牛市 Arbitrum 代币 ARB 的这个预期啊，那完全是我的个人观点，不构成投资建议啊。那根据我们前面的分析啊，如果说按照排名第3的这个市值来看呢 ，Arbitrum 在牛市的顶峰的市值呢将会超过5000亿美元，那对应的每个代币的价格呢就是接近100U，那这是一个极端的一个顶峰的数据啊。那我们保守一点估计啊，每个代币的价格呢可能会到20到50U。当然了，那我们看到这个价格和价值呢，一定要以这个发展的眼光来看啊。如果说 Arbitrum 将来呢还会有更多的激励的方式，比如说将这个代币啊奖励给更多的使用者、更多的质押者来说的话，那更加的会激发大家的这个使用的热情。那这样一来呢，我们就得改变前面的所有的推测了。那么大家也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你对 Arbitrum 的这个了解啊、理解，那我们一起来探讨。好，以上呢就是今天视频所有的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希望你能够点赞、转发加订阅，让我们在以后的日子里一起进步，共同发财。Peace。